这个小村真的太安静了。哇！ Hello， 大家好，终于等到了一个晴天的周末。这次我们要特种兵式旅行，用一个周末从伦敦飞奔到康沃尔，去享受阳光、大海和自由的空气。我们挑选了一些小镇，远离喧嚣，去探索康沃尔最美的一面，感受这里的自然与历史。去康沃尔的路上还路过了巨石阵。 随着我们的目的地越来越接近，道路也变得越来越窄，心情却越来越兴奋。Potlow， 我们到了，看大海。Hello， 我们今天来到了康沃尔。如果说哪儿是英国度假的头把交椅，我觉得10个人有8个人都会投给康沃尔。这是位于英国西南海岸的一个郡，它有一大片区域。如果你想在夏天来到这里呢，差不多现在也就是每年的冬天就要开始订康沃尔的住宿了，所以我们选择反季节出行。 提前半年订房子，你也无法知道当时的天气怎么样。可是冬天来呢，人少，你可以选择一个大晴天出行。今天我们的第一站就是这个 Potlow 小村儿。有很多这种向下通向海滩的小路。这个小村真的太安静了，安静到什么程度？刚才有一个居民从门里出来，他的门好像该上油了，吱呀了一声，我们听起来都特别大声，吓一跳。 这个小村镇的房子很多都是石头房子。康沃尔的春天似乎比伦敦要早一些，玉兰已经盛开，野韭菜也开出了细小的白色花朵，空气中都弥漫着春天的气息。春天真的来了，很多花都开了。这株植物有很重的韭菜味儿。 不知道是不是传说中的三棱葱，这边长了很多。大新一走到这儿就说一股韭菜味儿。在某户人家的阳台上发现了一枚大炮，冲着大海的。看，好有创意的一户民居。 康沃尔不愧是康沃尔，海就是漂亮。不过在野外行走，安全还是最重要的。大新一个不小心就在这儿崴了脚。大新刚刚把脚给崴了。
金雀花真的是一种很神奇的植物。上回我们去的地方，英国人拿它治沙漠化，然后它在天很冷的时候就开始开花，还有一种淡淡的椰香。英国的金雀花真的很多。康沃尔就是康沃尔，真好看。沐浴在一大片金雀花的椰香中，看着这个宁静的小渔村，实在是太美好了。这个小镇的名字 Portlow 在康沃尔语里是小港口的意思。你看，它就是一个被大山环抱着的小港口，安静可爱。在一户人家的窗户底下，别有洞天。有没有懂的？欢迎留言。第二站，我们来到了潘丹尼斯城堡，位于法尔茅斯。这座城堡的地点真的非常好，三面环海，它在一个凸出来的夹角上。这座城堡是1540年代在亨利8世的主张下修建的。当时在海角的两端分别修建了2个城堡，但由于时间有限，我们只能选择其中一个进行参观。这2个城堡都是 English Heritage 旗下的。通常来说，门票越贵的地方看点会越多。不过这2座城堡看起来都相对一般。最后我们选择了相对来说更容易到达的潘丹尼斯城堡。这座城堡现在仍然保留着一些2战时期的军事防御设施，包括海岸炮、防空炮和作战指挥中心。Updates on unidentified target U351. 就是这种超级窄的旋转楼梯。有阳光真好。现在我们眼前看到的应该就是对面的那个城堡，这座城堡还可以登到塔顶儿。走，我们一起上去看看。误会了，上不到塔顶儿，上到这里。现在我要再转下去了。我猜这个可能是底下大门的上面，然后这块可以把这个栅栏放下，就把底下的大门关上了。果然猜的没错，就是这个。
看这扇有防御功能的门，上面全是尖尖钉儿。我们正赶上这个城堡闭馆的时间。城堡里有很多关于战争的武器呀、作战呀等等的内容，男孩子应该会非常喜欢吧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个城堡，这个是我们刚开始走错的那个停车场，然后我们实际把车停在这儿了。哦，这是夏天的 overflow 的停车场，还蛮多人来参观的。在城堡附近有一个造船厂，几艘军舰停靠在那里，为这片区域增添了一种历史与现实交错的感觉。离开这里，我们来到了法尔茅斯。这里的氛围和之前造访的 Portolo 完全不同。法尔茅斯是一个热闹的港口小镇，街道两旁遍布商店、餐厅，和宁静的乡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这个地方的人穿着都很文艺范儿。这边的小哥哥小姐姐的打扮真的都很文艺。雕塑下边是假鸟，应该是一只海鸥、3只鸽子，然后上面站了2只真鸽子。从这个角度看，上有那个纹啊，能看见吗？这是三文鱼。哪个是三文鱼？这个三文鱼比这大吧？还是三文鱼。米酒店的门口，地上有好多条小鱼。好多台阶，好高呀！好陡啊，这个。这爬上去人要疯了，这要下来膝盖也得疯了。康沃尔之行的第一天就这样落下帷幕。当天晚上，我们选择入住了一家 glamping， 这是我们第一次尝试这种介于露营和民宿之间的住宿方式。女主人非常热情，一见到我们就亲切地打招呼，还兴奋地带我们去看她的小马。小马看起来很友好，对我们也是好奇。我们今天晚上尝试了一个新的住宿方式 glamping， 中文应该叫豪华露营，但是说真的这个东西它不太豪华，它外表长得像个猪，明天再给大家看吧，今天天已经黑了。然后里面就是这样，上面的这2个塑封袋子里的被子还有那个枕头都是我们带的，只有床和这里是这个住宿的房东提供的。房东特别热情，我们刚到的时候就跟我们说，哎，你们想去看小马吗？然后就带我们去看了他养的马，他养了9匹马是吧？对，9匹。然后带我们看马，还摸了马，他还一直在亲他的马。他是夏尔马吗？他马好高呀。可能串吧。但是他对他的那个毛不太像，但是他的个儿很像。他的马很高很大。然后房东还准备了一个电暖气，但是他说晚上最好不要用，容易着火。然后希望今天晚上不冷吧，因为这个房间里没有其他的加热，最近还有点降温。不过我们被子带的多，除了这俩被子，我们俩还带了睡袋，希望今天能顺利度过吧。然后现在开始铺床了要。小窝铺好了，然后我们就可以钻窝了。我们想去刷牙的话，要路过马圈，是不是？对。除了有点臭以外，还有点远。
这个是我们住的 Airbnb share 的卫生间和洗澡间。哎，看天上好多星星啊，手机拍都能拍下来几个，肉眼看着还蛮多的。今天是一轮满月，天上的星星仍然这么多。早上起来，外面的天气好好呀！哎，哇，乡村的味道。知道为什么这么说吗？对，有马粪味儿。我们昨天晚上就在这儿过夜的，然后当时睡了睡袋加被子。大新，你冷吗？还行，头有点冷。我的不冷，我昨天晚上10点多睡着的，今天早上6点多醒的，中间都没有醒。还可以，还可以，比想象的要暖和多了。看这草上都结着霜呢，昨天晚上还是挺冷的。这个就是我们昨天晚上住的格兰宾的小屋，是不是很像小猪屋？说它像猪屋没有任何贬损的意思，就简单的是说它的外形和猪屋的造型很像，萌萌的，很可爱。里面当然是干净整洁的。拜拜了，小猪舍。这就是我们昨天住的这间。拜拜啦，我们第2天的行程要出发啦。伴着晨曦，我们又来到了康沃的大海。看，第2天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是一个徒步的绝佳地点。原本我们计划走一条8公里的环线，沿着海岸线欣赏壮丽的风景。可惜大新不小心崴了脚，所以我们只能调整计划，改成自驾，在沿途几个亮点停留，感受这里的风光。在对面的山上，有人拿石头拼了这块的名字。今天我们要来的这个海岸线的4个点，其实从第1个点到第4个点，也只有3、4公里的样子，然后往返大约是8点几公里。如果时间充足，条件允许的话，其实徒个步蛮好的。我们真的是因为今天有一些特殊情况，大新昨儿把脚崴了，所以没办法徒了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每个点的过来看一眼，以后有机会再来徒这个步吧。这块真的景色没得说。这边曾经有一些矿业，所以这些都是当时的一些人文遗迹。他好像在拍我耶！在悬崖下边还有一个烟囱和小房子的遗迹呢。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小碉堡的下面，看下面的大海真的是超级漂亮呀！
碉堡现在已经成了鸟类的家了。太漂亮了，白色的浪花就像大海的裙边似的，一层一层的，太漂亮了。看到海鸥大战鸬鹚，鸬鹚钻海里捕鱼，然后海鸥在上面等着不劳而获。我们这是第2次看见救援队在训练了。哎，在哪儿呢？他们？哦，在这儿呢，正往回走呢。今天风还不小，他的队员们就这么送走他们了。哎呦，看着都要晕船了。这简直就是小狗子们的天堂啊！我老奶奶们，后边还一个老爷爷，要下海吗？天哪，今天3度，早上3度，现在我估计可能有6度7度。哦，我穿着羽绒服呢，好冷。啊，他们太棒了。村里在这个位置设置了一个观景台，坐在这儿，景色真的非常好，非常惬意。旺季来的小伙伴一定要注意了，这儿可真的路挺窄的，并不好整。停塔哲小镇，我们现在检了票，然后要进门了。这会儿还蛮贵的，是个桥，2座桥。它上面是有一个大吊桥的。这块门票是19磅，因为我们是 English Heritage 的 member， 所以我们是可以免票的。廷塔哲城堡遗址横跨2端，有一座大桥连接。这里传说是亚瑟王的诞生地，山下的梅林洞更是神秘。这座城堡最早由13世纪的康沃尔伯爵建造，如今仅存残垣断壁。这个桥原先是这种一片一片的石板，现在这个城堡是一片废墟了。看这底下原来都是建筑。这个城堡上上下下的坡可真不少。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位置既能上又能下，对腿脚不好的人来说可真不方便。是在说我吗？你懂就好。你看他前面那俩人是在照相吗？特别像在给亚瑟王拜一拜。今天的下饭菜是湛蓝的大海。我们刚打开吃的，海鸥就盯上了。不过还好，这个海鸥没有新西兰的海鸥那么凶，暂时只是偷瞄。呦呦呦！召唤同伴吗？
那召唤童一哄而上。新来的那只感觉脖子比这只细好多呀。你们俩放心，我们俩是绝对不会主动喂海鸥的。一望无际的大海呀！对，你看这只海鸥，它其实等待的是我们走以后留下来掉一些渣儿，可惜我们没掉渣儿，我们也没有扔垃圾，不好意思啦。石头都是一层一层的，可能是它来的那个吊桥上，好像就是一层一层的石头，然后堆叠在一起，竖着堆叠的那样的。慢点啊，老爷爷！这扇墙感觉裂开了，感觉随时会掉下去。现在穿过神奇的小门，哇！有点陡呢，慢点。Action 的手套没戴。哇！你行吗？慢点走啊，老爷爷。看这个扶手已经有点被抛光了的感觉，大家应该都是这么扶的。这个城堡叫廷塔哲城堡，我们就参观完了。它的门票是19磅，即便在 English Heritage 里面也算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。我觉得它应该这19磅里一半给历史，一半给天气，一半给景色。当然景色这段就很吃天气。它的历史这部分，因为它剩的东西都是废墟了。而且就是只剩地基的那种废墟，墙都比较少了，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堵墙。然后它比较有名的是，它是亚瑟王的诞生地。当然，亚瑟王本身就是一个传说，所以就看你信不信了。但是景色不错，这个岛上的景色真的是挺不错的。所以值不值得来就见仁见智吧，但是它是 English Heritage 的，所以如果你有年票的话，就非常值得。看那小伙子咋上去的？哎呦喂天哪！这种岩石叫板岩。这个应该就是传说中的梅林的洞。相传这座洞穴曾是梅林的居所，这位传奇的魔法师在这里守护着年幼的亚瑟王，直至他成长为不列颠的伟大国王。梅林的洞位于悬崖下方，涨潮时海水会淹没洞口，使其隐匿于波涛之下，而在退潮时洞穴才会重新显露，游客可以步行进入，亲身感受这片与亚瑟王传奇紧密相连的神秘之地。今天虽然温度不高，但是阳光特别好，所以英国人们就开始吃冰淇淋了。结果走到这儿，刚说到这儿，我就想起来康沃的冰淇淋老有名了。
所以我们也要吃一个。这边产那个 clotted cream 就抹在司康上那个，所以我们也要吃一个那个味儿的冰激凌。吼吼吼吼！谢谢给我买冰激凌吃。哎，好像啊。那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啦，欢迎点赞、评论、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